欢迎来到杂学咖啡馆，我是行业内幕分享人 F， 继续和您分享我在日本 OV 公司30年来的真实工作经历，希望您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既熟悉又神秘的行业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点赞关注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有时候真的感慨这个世界实在是小。几年前我面试了一个23岁的新人小 S， 典型的公司白领，身材好，人也漂亮。例行的进行了所有 OV 面试的环节之后，最终和他签订了拍摄6部 OV 的合约。1周后，我搬了新家，没想到我的邻居竟然就是小 S。 我们在楼道里的第一次不期而遇，因为经历过面试的那些环节，我们双方都觉得有些尴尬，所以就互相装作没有看见。毕竟我就在1周前还见过他的裸体，还详细询问过他的男性经历和敏感区域，现在突然和他成了邻居，这感觉真是奇怪。但毕竟是住在同一个公寓楼里，这种相遇总是无法避免。大约又过了1周后，再次遇到时，他主动提出要不要一起喝杯茶，于是我们就在附近的咖啡馆里坐了坐，很默契地避开了所有关于 OV 的话题，只聊了些轻松愉快的事情。他的性格非常率真，言谈中透露出满满的青春活力，真是一个好姑娘。不久之后就进行了他的首支作品拍摄。虽然我平时不太去拍摄现场，但那次不知出于什么心理，我还是去了。可能我真的很好奇，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在 OV 拍摄中会有怎样的表现。我到的时候，拍摄已经开始了，她似乎总是不能进入状态，直到她看到了躲在工作人员身后的我，她凝视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挑逗，仿佛是在叫我过去一样。周围的工作人员似乎也捕捉到了这个眼神，我完全能感受到他们对我投来的目光，一股莫名的紧张，但似乎又异常的兴奋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我们一起喝茶时他的画面，眼前又真实的能看到他在拍摄时和男演员奋力互动的情景，再加上充满诱惑的目光，我似乎产生了生理反应。为了避免被周围的人看出端倪，我逃跑似的一个人躲进了休息室，我需要冷静一下。过了一阵，拍摄间隙休息的小 S 也进到了我的房间，先是感谢我的到来帮他进入了状态，然后他似乎注意到了我的兴奋，又露出了那个挑逗的眼神，舔了舔嘴唇，扬着那清纯美丽的小脸，问我要不要也体验一下刚才男优的感觉，问得我一瞬间差点把持不住。但作为 OV 场上的员工，我是不可以碰公司的女演员的，只能强行用自己最后的一丝理智，礼貌地拒绝了她。走出摄影棚时，那感觉真不知是后悔还是松了一口气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都在躲避我的这个邻居，每次出门前都要先听听楼道里的动静，因为我真的不认为他如果再次对我发出邀请的话，我还能再次拒绝他的魅力。这就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这个行业的内幕，欢迎点赞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